嗨，大家好啊！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開箱上海綠發 JW 萬豪侯爵酒店。這間酒店就位在浦東新區的黃浦江畔，緊鄰繁華的陸家嘴商圈。這邊其實超多親子家庭來住的，因為酒店早晚都有直達上海迪士尼的接駁車，超級方便。酒店大堂的設計還蠻特別的。現在還擺了超可愛的馬年裝飾哦，走吧，我們現在就先去辦理入住。前台人員非常專業，很詳細的跟我們介紹了各種酒店設施的使用時間。最棒的是，假期的早餐時間居然延後到中午12點半耶，太幸福了吧！明天終於可以睡個大頭覺了。這次我們入住的是位在38樓的房間，趕快一起來開箱吧。進門的左手邊是衣櫃和保險箱，右手邊則是浴缸跟浴室，是大家很熟悉的經典萬豪系格局。來看看淋浴間，沐浴備品用的是英國芳療品牌 Aromatherapy Associates， 配備的是智能馬桶。房間整體的衛生狀況很不錯，也沒有什麼奇怪的異味。床品躺起來也蠻舒服的。迷你吧這邊有提供膠囊咖啡機，整整6瓶礦泉水，還有2個咖啡杯。抽屜裡有基本的茶包、咖啡膠囊，還有刀叉，還有提供一些零食，不過這些是要另外收費的哦。角落還貼心的放了一台空氣清淨機，冰箱藏在這裡，裡面有超豐富的酒水飲料。當然了，這也是要付費的。下面的抽屜拉開，還有各式各樣的杯子。熱水壺跟冰桶也都準備齊全了。衣櫃裡有2件浴袍，不過材質不是純棉的，我自己還是比較偏愛純棉的觸感了。從房間的落地窗望出去，就能直接把黃浦江的美景盡收眼底。樓下就是沿江公園和散步步道哦。酒店還超細心的把所有設施的位置和開放時間印在歡迎信上，方便客人查看。真的超級貼心。這個浴缸泡起澡來蠻舒服的。旁邊2側的拉門還可以拉起來，增加隱私性。這些是酒店提供的基本用洗備品。床頭還放了一小袋迎賓糖果，是徐福記的耶，嘿嘿，滿滿的童年回憶啊！休息一下後，我們來到了黃浦江的西岸，剛好路過麥當勞的漢堡大學，當然要先打個卡啦。走進去逛逛。這裡有超多有意思的麥當勞小玩具，3個才12塊人民幣，也太便宜了吧！我們上2樓看看有什麼好玩的。其實就是一間比較大的麥當勞了。這片區域叫徐匯濱江，大家也叫它上海西岸，它位在黃浦江發展軸的南端，旁邊就是上海世博園區、徐家匯商圈和南徐家匯國際商務區。這邊佔地超級大，面積大約有9.4平方公里，而且還擁有長達11.4公里的絕美黃浦江岸線。沿線已經規劃或蓋好了很多像是上海綠地中心這類的商業大樓和高級住宅區。非常有名的西岸建築與當代藝術雙年展和上海西岸音樂節也都是在這裡舉辦的哦。這裡好像也是上海人最愛帶毛小孩來放風的地方。今天人真的超級多耶！江邊沿岸開了超多好吃的餐廳和商鋪，整個視野非常開闊，坐在這邊曬曬太陽真的超舒服的。哇哦，你們看，好大一隻松獅犬啊！在這裡可以看到各式各樣品種的狗狗，簡直就是愛狗人士的天堂嘛！站在江邊，看着水鳥在夕陽下自由飛翔，
整個人的心情都跟着舒暢了起來。雖然這裡可能不是那種觀光客必去的大熱門景點，但如果大家有時間，真的很推薦來這邊散散步，環境真的超棒。旁邊的咖啡廳和簡餐店選擇也很多，感覺超級適合來這裡度過一個悠閒的週末。我們就這樣沿着江邊一直走，一路走到了西岸大劇院和西岸美術館附近，好可愛呀！天黑了，我們回到酒店咯，時間抓得剛剛好，正好趕上 Happy Hour 的時間。酒廊的空間還蠻大的。這區是零食、水果和酒水自助區，冰箱裡提供了4款不同的啤酒，旁邊有一些水果，這裡有提供3款紅葡萄酒可以選，也有3款白葡萄酒，還有氣泡酒。哦，最讚的是，還有提供现點现做的雞尾酒。酒廊裡也有這種比較安靜一點的區域。Happy Hour 提供的餐食偏向簡單的輕食，有一些切片水果、冷盤，還有沙拉。居然還有 taco 耶！這個 taco 出乎意料的還蠻好吃的。酒廊提供的是 TWG 的茶包，我泡了玫瑰紅茶，味道很不錯。這裡還有一些麵包，跟一些精緻的小甜點。熱食區有蒸大包子、炒飯，還有炸芝麻球。早上好，現在是早上11點，我們一起去看看這裡的早餐吃些什麼吧。雖然時間已經不早了，但早餐廳裡的人還是很多，食物擺得有點凌亂，有些菜色也來不及補充。先來一碗道地的上海小餛飩吧，今天人真的好多，排隊排了好一陣子才拿到。來看看其他區域，這邊是一些常規的西式早餐。现煎的蛋品區，素食咖喱區，旁邊還有可以搭配咖喱一起吃的餅。中式早餐必備的油條和生煎包。豆花，還有各式各樣的粥品。熱食區有炒面、炒飯、炒时蔬，還有一些中式糕點，當然也少不了面檔區咯。有2款不同的澆頭可以自己加，還有一些蒸籠點心。這邊有一台鮮榨柳橙汁機。水果區的種類很豐富，冷盤沙拉區，還有其他口味的鮮榨果汁，中式熱茶，以及现點现做的咖啡。麵包西點區還有酒店自製的果醬哦。我也去榨了一杯新鮮的柳橙汁來喝。早餐吃飽啦，走出來的時候發現餐廳門口有個超大的施救玩偶，這應該就是這家酒店的吉祥物吧。從天橋的這個角度看大堂，這棟建築還是很特別的。我們去健身中心參觀一下吧。健身房不算大，但器材蠻齊全的。游泳池也不大，是恆溫泳池，還有一個熱水池。
我們去樓下走走吧。這邊屬於黃浦江的東岸，感覺看過去的視野跟西岸不太一樣耶。東岸沿江有一條很長的跑道和自行車道。之后，我們來到了著名的上海濱江大道中段觀景區，它就位在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核心地帶。這裡以前可是有着70多年歷史的造船工業遺址哦，如今已經成了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濱江休閒景觀步道之一了。改造後的濱江大道中段保留了具有70多年歷史的立新船廠舊址，為了紀念這段工業歷史，這裡特意保留了原有的老纜樁，並設置了鐵鏈欄杆和2座巨型鐵錨呢。在這裡漫步，市民和遊客都能靠着欄杆吹吹江風，往西邊隔着江，可以直接對望萬國建築博覽群、外灘歷史建築，北面則可以近距離仰望東方明珠。這種新舊交匯的城市風貌，真的超級適合打卡拍照的。總結一下，這次入住的 JW 萬豪侯爵酒店，硬體設施和周邊環境真的很不錯。但可能是假期的關係，住客實在太多了，工作人員不夠，導致了一些服務上的缺失。餐飲方面，我個人感覺也比較一般。好了，這次的視頻就到這裡，感謝一直收看的你們，我們下周再見，拜拜。